好的，这几天最重磅的新闻，利物浦换了主教练，斯洛特已经离开，那么伊劳拉明天将与利物浦签署一份为期2年的合同。今天为了斯洛特下课被泄露的事儿，范戴克还斥责了记者罗马诺。他说，斯洛特下课确实让人意外，我已经和他以及他的助手都谈过了，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我知道利物浦俱乐部最终会安然度过难关的。当我周六抵达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消息已经泄露了。之后我和利物浦俱乐部进行了会谈，但那时候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显然这个决定是早上做出的。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想抢先报道新闻的世界，这些人才是真正从中获利的人。是的，这就是现实。所以由此可以看到，斯洛特的下课确实非常突然，所有身边的人都毫无防备，甚至斯洛特自己都是通过罗马诺才最早知道了自己要下课的消息。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且听老 K 今天娓娓道来。另外再将伊劳拉和斯洛特的来龙去脉挖个底儿掉。老 K 足球新闻最不缺的就是江湖细节，所以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多点赞，能不能献上你的 hype 积分呀？咱们这个节目值得更多的朋友订阅，一定请点开小铃铛的全部，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视频。另一方面，皇马那边的主教练已经定了，老佛爷已经宣布，只要他当选，穆里尼奥就已经签下来。我估计大概率也没有什么悬念。首先，咱们先看一下斯洛特为什么在欧冠决赛当天就被宣布下课。上周六的上午，利物浦的体育总监理查德·休斯将利物浦和斯洛特终止合作的消息告诉了斯洛特。那么在执教首个赛季，当时光头就带领利物浦获得了英超冠军，可仅仅过了12个月之后，第二个赛季的惨淡，斯洛特最终付出了代价。利物浦第二个赛季最终仅仅排名第5，勉强获得了欧冠资格，但最终拿到的60分是他们10年来最低的积分。而最关键是背后1年前利物浦花了4-5个亿欧元给斯洛特补员，最后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其实过去的1-2个月，理查德·休斯和迈克尔·爱德华兹这2位就像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孟良和焦赞一样，梦不离焦，焦不离梦。爱德华兹是分威体育集团足球的首席执行官。这2位大哥曾经表态，虽然战绩下滑，但他们都将继续支持斯洛特。可最后的最后，球员的更衣室炸了，球迷的情绪也炸了。综合各种情况，最终认为必须做出改变。而且关键时候，离开伯恩茅斯的伊劳拉是非常热门的主教练人选。于是利物浦快刀斩乱麻，希望尽快完成对伊劳拉的任命。这个大反转也让光头斯洛特始料未及。就在倒数第2轮对阵阿斯顿维拉的比赛前，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地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下赛季我仍然将是利物浦的主教练。就为这个事儿，老 K 当时还调侃来着，没想到一语成真。所以在足球教练界这种 flag 立不得。斯洛特曾经以为自己始终正在全程参与下个赛季的季前赛和夏季引援的计划，甚至斯洛特还想邀请他过去在菲耶诺德的助手雷宁过来加入利物浦的教练团队。2年前斯洛特接替克洛普的时候就想将雷宁带过来，但当时雷宁没有拿到英国的工作许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雷宁已经告别了菲耶诺德，期待着在安菲尔德在利物浦和斯洛特重聚，但是双方还没有签署正式的合同。那么赛季最后一轮主场利物浦对阵布伦特福德之后，斯洛特没有像往常一样绕场1周接受球迷的掌声，这很罕见，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斯洛特是一个人坐在教练席上，亲眼看着即将离队的萨拉赫和罗伯逊过去接受利物浦球迷的欢呼。不过据他身边的人说，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利物浦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只是想确保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萨拉赫和罗伯逊身上。接下来斯洛特还和利物浦的球员们正在讨论下赛季的准备工作和计划，他相信自己有机会在下个赛季纠正之前犯下的错误。不过到了周六早上，所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利物浦将支付大约700万英镑的补偿金，补偿斯洛特合同最后1年的薪水。他的助理教练范布隆克霍斯特以及首席体能教练都将离任。回顾过去这10几个月，从9月到11月，当时12场比赛，利物浦9场失利。虽然战绩如此糟糕，但俱乐部高层传递出明确的信号，仍然全力的支持斯洛特。紧接着今年4月，利物浦在足总杯惨败给曼城，在欧冠又被大巴黎淘汰。这时候已经注定本赛季无缘任何奖杯，只能拼尽全力争取在联赛上排名更高，拿到欧冠资格。
不过整个赛季的阴影是从一开始，当时若塔和自己的弟弟在西班牙的车祸中不幸去世，这给利物浦蒙上了一层悲剧的阴影。所以分为体育剧坛的高层认为斯洛特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展现出了自己的领导力，对这一点也是高度赞赏。许多人都对斯洛特的困境深表同情。另外，伤病问题让利物浦的困境雪上加霜。伊萨克以 1.25 亿英镑创了纪录的转会费加盟利物浦后，身体一直不好，随后就因为左腿骨折直接缺席4个月。再加上乔瓦尼、莱昂尼和布拉德利都遭遇了膝伤，赛季报销。后来队内最佳射手埃基蒂克的右脚跟腱断裂，还有阿里松、弗林彭、远藤航都曾经长期缺阵。所以简单说，去年夏天利物浦虽然投入了 4.5 亿英镑签下了许多球员，但这些球员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出场机会。还有所谓的德甲球王维尔茨，他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适应英格兰足球。维尔茨和伊萨克和埃基蒂克这3大新援加在一起总共才踢了118分钟。另外，球队冠军赛季的主力萨拉赫、麦卡里斯特、科纳特、加克波状态都大幅下滑，主教练的工作非常艰难。就在这个时候，萨拉赫因为上不了场，和斯洛特之间关系破裂。在11月份，萨拉赫被主教练弃用以后，他直接说自己成了球队困境的替罪羊。12月份，萨拉赫告诉记者自己被抛弃了。但这个时候，休斯和爱德华兹都支持斯洛特对萨拉赫的处理方式。因为那时候老 K 也说，所有人都看出来萨拉赫的确是老了，状态不在，甚至早在9月份，斯洛特就应该让他坐上替补席。那么在今年3月，萨拉赫提出要解约，利物浦也同意了他的要求。虽然合同还有1年，但双方和平分手。这一次和头号球星萨拉赫的矛盾，并没有让斯洛特丢掉工作，而他最终下课的更重要原因是在赛季的冲刺阶段，整个球队更衣室死气沉沉，支离破碎。而主教练已经无力解决明显的弱点，这导致利物浦队整体笼罩在一片消极的情绪中。每一次斯洛特总是抱怨对方球队总是低位防守，对方只能通过定位球得分，但红军的球迷们早就听腻了。所有人都能看出利物浦现在踢的是一种慢节奏的足球风格，这相当无聊，特别是对比过去克洛普的金属摇滚风。今年4月下旬，利物浦当时接连战胜了埃弗顿和水晶宫，一度燃起了超越曼联的希望，甚至可能升到第3。当时他们只需在剩余的4场比赛中拿到4分，就能确保进入前5。但利物浦只拿到了2分，在老特拉福德输给了曼联，又在主场和切尔西战平。也就是在这场平局中，斯洛特遭遇了过去15年来利物浦主教练在安菲尔德球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强烈的反对声浪。他把恩古莫哈换下场的决定引来了球迷潮水般的嘘声。中场哨响以后，嘘声更加是震耳欲聋。如果不是因为球场里已经有了几千个空的座位，那么嘘声还会更加响亮。虽然打平，但那场比赛是本赛季切尔西第一次在英超中比对手跑动还要多，这就足以说明利物浦踢的是多么死气沉沉的足球啊！那一天，斯洛特率领的利物浦在1-0领先的情况下选择退守，主动放慢比赛节奏，而不是乘胜追击。球迷们对此早就怨声载道。这种巨大的球迷的期望和实际利物浦比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当时分为体育集团的一位高层人士说，安菲尔德球场的气氛完全沉寂了，比赛毫无强度可言，我们看起来像一支完全没有风格的球队。接下来客场2-4又输给阿斯顿维拉，最后一轮和布伦特福德1-1又打平。所以最后俱乐部的高层人士表示，过去的这几周，所有人对斯洛特的信心逐渐消磨殆尽。这并不是属于在某个特定时刻球队突然崩盘，而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就没有了希望。那么利物浦队开场总是慢热，又往往在比赛尾声会丢掉致命的进球，这说明球队在心态方面存在问题，在体能方面也有问题。24到25的夺冠赛季，他们曾从比赛落后的时候逆转追回了23分，但本赛季在比赛落后以后只追回了5分。本赛季初利物浦曾经取得英超5连胜，但接下来33场比赛就只赢了12场。防守方面，利物浦在38轮英超联赛丢了53个球，创下了赛季最差的纪录，而进球数却只有63个，这也是10年来最少的。再加上社区盾杯等等各种赛事，一共输了20场球，这是自1992到93赛季以来利物浦输的最多的一次。所以斯洛特被解雇以后，俱乐部的内部人士都意识到，下个阶段的利物浦需要一种更加积极主动、
更具侵略性和压迫感的足球风格。最终，休斯和爱德华兹做出换帅的决定，这得到了芬威体集团董事会的批准。所有人都在担心，如果继续选择相信斯洛特，而下赛季的开局又不利，那么利物浦的局势会迅速的恶化到不可收拾。而且，如果到了秋天再做出改变教练的选择，那时候可供选择的候选人就极少了。所以，利物浦的高级官员补充道：“我们并不想做出换掉斯洛特这个决定。”但最终我们不得不无奈地做出这个决定。有意思的是，在斯洛特被宣布离开的24小时内，更衣室内球员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后来24小时之后，先是队长范戴克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告别，紧接着其他的球员也纷纷效仿。这个赛季利物浦队内一直存在各种摩擦，接连不断受到的打击和挫折让球队的气氛持续的低落。然而许多资深的球员都坚持称斯洛特并没有失去更衣室的控制权。在范戴克周日在社交媒体发帖子之前，一些球员已经直接给斯洛特发过消息了。所以更确切地说，是随着外界球迷们对利物浦的表现和成绩的负面评价和批评不断增加，这才加剧了球队内部的集体的挫败感。这期间有一个插曲，在利物浦队输给维拉以后，当时萨拉赫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帖子，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帖子里面哀叹利物浦失去了自我，并且呼吁重金属足球要回归。当时更衣室内有10几名球员都点赞了这条帖子。曾经许多人认为这表明球员们许多都站在萨拉赫一方，反对斯洛特。不过最近球员维尔茨进行了否认，他说不是的，完全不是那样。我们总体上很欣赏萨拉赫的心态，欣赏萨拉赫看待事物的方式，还有他的工作方式。他说的话值得我们倾听，因为萨拉赫见多识广。而且萨拉赫并没有攻击任何人，球员们点赞的行为让这件事儿被过度的解读了。对我来说，这只是萨拉赫即将离开的时候想说的话。他想提醒俱乐部里的每个人，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做得更好。我们都对这个赛季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外界总是尝试在球队和主教练之间制造矛盾，但我们绝不会反对主教练。不过另一方面，有一些球员表示，萨拉赫的状态下滑可能是因为赛季初利物浦的比赛计划是围绕威尔茨或者埃基蒂克制定的，这也意味着萨拉赫的表现机会必然会减少。还有，主教练将队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场索波斯洛伊调到右后卫位置，填补布拉德利缺阵造成的空缺。很多球员都认为这个决定也许不明智，还有人认为俱乐部新买的球员更容易获得主教练给的机会，即使表现不好，也更有可能保住主力位置。并且许多球员注意到，赛季末的训练减少了，会议减少了，赛前计划中的战术细节也减少了。虽然有球员觉得过去斯洛特的讲话太多太冗长，减少了之后是好事，但斯洛特更加简洁的讲解最后也没有带来任何明显的进步。比如说在维拉公园球场的失利，球队内部在防守定位球的时候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而维拉利用了这个混乱打入了第一个进球。就在那场比赛4天以后，5月19日，在科克比，球员们举行了一场会议。会上有一些球员认为斯洛特可能会被换掉，后来到了周六，消息传出，球员们才最终确定。不过俱乐部的高层坚持称，在换掉斯洛特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咨询过任何球员的意见。被外界攻击说他给予球队的假期时长太长了，但这一点球员和工作人员都认为不公平，因为在克洛普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球队共休假了47天。斯洛特来了以后，24到25赛季休假50天，25到26赛季休假45天，其实是完全差不多的。所以一位利物浦的高层人士评论道，高层们从来没有对斯洛特作为教练的能力失去信心，大家只是看不到他能在利物浦摆脱困境的出路。而斯洛特下课以后，伊劳拉来了。过去3年，他执教伯恩茅斯取得的成绩相当好，带领球队分别取得了第12、第9和第6名的成绩。这个赛季也是伊劳拉率领伯恩茅斯在队史首次获得欧战资格。更关键的是，伯恩茅斯在伊劳拉执教期间相继出售了科尔克兹、扎巴尔尼、赫伊森，还出售了瓦塔拉和塞门约等等好手。失去这么多主力球员的情况下，伊劳拉的工作成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而利物浦的体育总监休斯和伊劳拉是非常了解的。2023年夏天，正是休斯当时在伯恩茅斯任命了伊劳拉。他认为43岁的西班牙人伊劳拉完全符合利物浦正在寻求的风格转变，而且他目前也是自由身，无需任何补偿。
并且还有一点，伊劳拉更习惯于担任主教练而不是经理。至于其他可能的选择，像聘请路易斯·恩里克的提议，当然也很有说服力，但利物浦认为他不会在现在离开大巴黎。另外，外界曾经有人认为利物浦推迟解雇斯洛特，导致利物浦错失了引进哈维·阿隆索的机会，但这不是事实。其实爱德华兹和休斯从来就没有将阿隆索作为利物浦强有力的主教练候选人。所以老 K 评论一下，利物浦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主教练那么简单。首先，这么多年过去，像萨拉赫、范戴克阵容严重老化，另外左边锋的问题非常大，再有就是伊萨克、埃基蒂克很难共存。本赛季引进维尔茨的定位也不清楚，简单说，阵容上的短板还挺多的。这个夏天伊劳拉来了之后，起码得买2个中后卫，再买个右后卫，甚至还要买个后腰。接下来咱们先聊伊劳拉，再说斯洛特。伊劳拉出生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他从小就喜欢在圣塞瓦斯蒂安的海滩上踢球。但很有意思，因为受潮汐的影响，不是每周都有沙滩可以踢的。潮水退去以后留下沙滩，周末你才能踢球。但如果潮水不配合，沙滩没了，那球场也就没了。当时在海边海滩上踢球的那群孩子，后来可都不得了。伊劳拉7、8岁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现在阿尔特塔、哈维、阿隆索这3个发小。现在一个是利物浦的主教练，一个是阿森纳的主教练，而阿隆索是切尔西的主教练。他们3个人过去有时候在同一个队，有时候又是对手，后来都在一家叫安提戈科的巴斯克青训俱乐部踢球。而伊劳拉从小踢球并不是那种特别天赋异禀的，先是在学校队踢，再是社区的球队，直到16岁才去到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那时候伊劳拉才第一次认真的考虑，也许我可以成为职业球员。所以他不是那种横空出世的天才，而是慢慢的适应足球。从小并不是很张扬很自信，而是在压力里一点点确认了自己的未来。他刚去毕尔巴鄂青训学院的时候，经常很担心，我够不够这个级别呀？我能不能和这些孩子一起踢呀？后来才发现自己能够活下来，才慢慢的相信自己有机会。所以他不是那种轰轰烈烈就成名，这也影响了伊劳拉的性格。他从来不是那种靠情绪去煽动球员的教练，而更像是一个早早就学会了独立、学会规划、学会在陌生的环境里保持冷静的人。所以后来无论是去塞浦路斯、去纽约、去马德里、去伯恩茅斯，或者现在来利物浦，伊劳拉就像是在重复小时候的经历一样，背上一个包，换一个地方，先活下来，再改变环境。2003年，伊劳拉完成了在毕尔巴鄂一线队的首秀，随后在一线队效力了12个赛季，官方比赛510场。他的身高1.82米，在场上的位置是后卫。众所周知，毕尔巴鄂不是一家普通的俱乐部，他的巴斯克身份非常强烈，球员和球迷之间的纽带关系特别紧。后来伊劳拉在采访里也说过，自己的球员时代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毕尔巴鄂，那就是他自己的俱乐部，所以他将每场比赛的表现每个细节都看得非常重，压力很大。这里就能看出，作为球员，伊劳拉在毕尔巴鄂竞技是一个长期承担责任的人。他不是前锋，也不是天才型的10号位，而是右后卫。所以老 K 就发现，后来伊劳拉执教的球队都非常的看重边后卫这个位置。他在巴列卡诺的战术打法里面，进攻非常的依赖边路的宽度，边后卫连续的套上，边锋内收，而后腰补位保持平衡。那么在球员时代，在毕尔巴鄂，伊劳拉遇到了2位对他影响非常深的教练，一位是埃内斯托·瓦尔韦德。瓦尔韦德从毕尔巴鄂青年队到2队到一线队都带过作为球员的伊劳拉，也是给了他首秀机会的人。第2位主教练就是阿根廷魔帅贝尔萨。贝尔萨在毕尔巴鄂的那2年，正是伊劳拉作为球员生涯最辉煌的时期。2011到12赛季，毕尔巴鄂踢进过欧联杯决赛，也踢进过国王杯决赛。那一支球队的强度极高，压迫极狠，虽然最后没有拿到冠军，但给毕尔巴鄂球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伊劳拉后来回忆说，他自己很幸运能和贝尔萨共事，因为贝尔萨看比赛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后来在伯恩茅斯，伊劳拉也将球员身体方面的要求和过去贝尔萨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想要攻击对方留下的空间，那就必须要高压逼抢，不能让球员有太多的休息时间，训练也必须保持同样的强度。2015年，伊劳拉作为球员离开了毕尔巴鄂，去到了纽约城，从西班牙加盟美职联，这是一个老将职业生涯末期的选择。而正是在纽约，他住在曼哈顿，身边的队友名字都如雷贯耳，像皮尔洛、兰帕德、比利亚。伊劳拉一个毕尔巴鄂的右后卫突然能够在一支新球队里和这些过去的巨星做队友，这种冲击对他很大。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主教练的名字叫维埃拉。维埃拉当时发现伊劳拉的腿已经不适应再像过去那样踢右后卫，就将他改造成了后腰。这个改变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伊劳拉后来说，正是维埃拉给了他一种看足球的新的视角。维埃拉过去来自曼城的青训体系，他强调位置，强调4-3-3，强调寻找自由人，强调每个人都要保持好自己的站位。这跟伊劳拉过去在比尔巴鄂经历过的足球很不一样。于是过去他作为边后卫懂得比赛的宽度，到了纽约又被改造成后腰，开始懂得球队的中心、平衡和如何保持距离。在维埃拉的手下接触到了曼城体系的 positional play， 这也是瓜迪奥拉的精髓。再加上过去贝尔萨强调的强度，还有瓦尔韦德教练的实用主义，伊劳拉的足球大脑就是在这些经历、这些冲击、碰撞和融合当中形成出来的。他自己也说，正是这种新的视角让他开始思考教练的道路，而正是纽约成为他教练人生的起点。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美国，伊劳拉开始喜欢上橄榄球 NFL。 伊劳拉觉得 NFL 就像足球里的定位球的集合，每一次阻挡，每一次拉开，每一个局部的优势都被设计得非常精细。所以后来他也承认，伊劳拉会从骑自行车，会从篮球，会从橄榄球等运动里去吸收足球的方法。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伊劳拉不是那种只看足球录像的人，他会去看自行车运动员怎么管理自己的体质，怎么管理训练负荷和赛季峰值，也会去看 NFL 橄榄球怎么拆分位置，怎么设计空间。这一个看起来非常传统的巴斯克人，其实脑子里装着各种各样跨项目的东西。退役以后，伊劳拉回到了巴斯克地区，回到圣塞瓦斯蒂安，他回到了自己第一支球队安提戈科做助理教练，开始考教练证。所以说他真的非常低调，不是一上来就摆架子，而是重新学习教练这门手艺。后来前比尔巴鄂的队友安德尔穆里略，当时在塞浦路斯 AEK 拉纳卡队担任体育总监，他给伊劳拉打来电话，想不想来塞浦路斯啊？可这时候伊劳拉刚刚拿到最后一级的教练证，刚刚拿了教练证1个月以后就去带 AEK 带队踢欧联资格赛，这个跨度非常夸张。他从一个青训的助理教练到精英球队的主教练之间没有任何过渡，但是在 AEK 他带队进入了欧联杯小组赛，还赢下了自己第一座教练的奖杯塞浦路斯的超级杯。不过伊劳拉非常谦虚和诚实，他后来承认在欧战的成绩可能影响了带队在联赛的表现，他没有管理好双线作战。离开塞浦路斯之后的伊劳拉回到了西班牙，执教米兰德斯队，这不是豪门，而是一支刚刚升上西乙的小球队。但也就在这里，他带领米兰德斯队打进了国王杯半决赛，还淘汰过西甲的球队。足球圈的人开始认识到伊劳拉的存在，纷纷用巨人杀手来形容他带的球队。在之后，伊劳拉去了巴列卡诺，这支球队在马德里的巴列卡斯区，球迷的氛围异常强烈。伊劳拉过去作为球员的时候就喜欢去这里比赛，因为每一次总是非常的激烈。后来伊劳拉带领巴列卡诺第1年就升上了西甲联赛，升上去之后还不只是保级，他带领巴列卡诺击败过皇马，击败过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打出了一种很有辨识度、非常伊劳拉的足球。那一支巴列卡诺有几个关键词儿，强调边路的进攻，还有边后卫套上，强调中场人数的优势，必要的时候会长传打对方身后，强制性的纵向进攻。简单说，伊劳拉不是为了控球而控球，他的控球目的是直接造成对对手的伤害。他很愿意让边后卫压得很高位，但是不会让2个边后卫无脑的一起冲，一个上去，另一个就要回来保持平衡，而后腰随时要补进防线，防止丢球权以后被反击打穿。这是过去他自己踢球的影子，进攻的时候可以勇敢，但背后必须要有人补位。2023年夏天，巴列卡诺还想续约，但伊劳拉选择离开，他决定到英超，到伯恩茅斯迎接新的挑战。2023年6月，伯恩茅斯做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决定，解雇了主教练奥尼尔，任命伊劳拉。要知道，奥尼尔当时刚刚带队保级成功，对伯恩茅斯刚刚回到英超来说，保级就是好成绩。突然换掉了奥尼尔，换成一个没有英超执教经验的西班牙教练，所有人都在疑惑，伯恩茅斯你们是不是太冒险了？而当时伯恩茅斯之所以会冒险签下伊劳拉，他们的老板强调，伊劳拉的比赛风格是做出决定的重要因素，他在西班牙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开局并不美好，甚至非常糟糕。伊劳拉的伯恩茅斯前9轮英超就没有赢过1场。你想想，一个新教练接替了保级功臣奥尼尔，
上来就9轮不胜。当时媒体和球迷给了多大的压力。好在伯恩茅斯坚持住了，而伊劳拉的球队也逐渐适应了节奏，压迫更狠，转换更快，球员们开始相信伊劳拉的要求，故事开始反转。所以伊劳拉不是一个从来没有被质疑过的教练，他到了利物浦可能一开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不放弃坚持有时候往往是更重要的。伊劳拉说，在英超他发现必须比西班牙要更加激进，更加的高位压迫，更加敢于冒险，否则无法制造差异。用一句话来总结伊劳拉的足球哲学，那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越是球员累的时候，球员就越要去要球。所以最累的时候，不是等到你恢复好了之后再冲刺，而是在对手同时也很累的时候，继续对对手进行压迫。伊劳拉总结下来就2个字：强硬。但是吃紧不忘挖井人，老 K 这里也用小篇幅回忆告别和重新认识一下即将离开我们的光头斯洛特。斯洛特的父亲自己也踢球，也是教练，同时也是学校的校长。只有6、7岁时候的斯洛特就跟着父亲经常去比赛，他喜欢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听教练赛前的讲话，之后这个小孩还喜欢坐在替补席上看比赛，所以从小看起来天生就像一个教练的样子。球员时代的斯洛特不是快马，而是那种比较老派的10号球员。他速度不快，但技术好，触球好，观察非常多，传球也很有想法。他当年的队友和教练都认为他更像是球场上的大脑。有人曾经评价他慢，甚至有些懒，但斯洛特作为球员，他更喜欢提前观察，提前思考。后来当了教练，斯洛特在早期就大量的研究巴塞罗那和曼城的录像，吸收了不少瓜迪奥拉的控球和 positional play 的比赛原则。后来在他执教 AZ 队的时期，曾经在19到20赛季积分和阿贾克斯相同，仅仅因为净胜球差排到第2。但之后斯洛特因为和菲耶诺德进行谈判，被 AZ 队解雇。当他接手菲耶诺德的时候，球队并不富裕，上个赛季只排名第5，但在他的手下迅速进入了欧协联决赛，还赢得了荷甲联赛的冠军和荷兰杯。有趣的是，在带菲耶诺德的时候，2次欧战中遇到过罗马队，当时斯洛特和穆里尼奥还曾经有过战术的口水仗。斯洛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虽然穆里尼奥的战术有时候能取得好结果，但自己更喜欢看曼城，更喜欢看那不勒斯的比赛。但双方次回合，罗马通过加时赛4比1淘汰了菲耶诺德。赛后，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和球员通道内对斯洛特进行了强烈的嘲讽。穆里尼奥大喊道：“你应该看的是我们的比赛，而不是那不勒斯，尊重一点，尊重，多看看我的比赛吧。如果你看我的比赛，你也许能赢得一些东西。”输球后的斯洛特在赛后也表现出了服软，他承认也许穆里尼奥是对的，看看罗马队的比赛也会有所帮助。当时名宿古利特就曾直言，斯洛特在赛前贬低穆里尼奥的足球方式，这是愚蠢的，因为穆里尼奥的冠军底蕴是不可否认的。2024年，利物浦官方宣布斯洛特从菲耶诺德加盟，接替克洛普，这就是斯洛特命运的最大转折。刚开始有高光的顶点，第1个赛季就获得了联赛冠军，还当选英超赛季最佳主帅。虽然现在已经离开，但斯洛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也许哪一天他还会回到英超，带另一支球队去安菲尔德完成自己的复仇战。那么对下赛季伊劳拉的利物浦，老 K 也预测一下，结合过去在伯恩茅斯的经验，第1个赛季也许并不完美，但我希望是低开高走，到了赛季的末端能越来越有希望。接下来看看今天的重磅新闻，利物浦球员科纳特已经同意以自由身加盟皇马。而昨天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穆里尼奥身穿皇马球衣给老佛爷加油助威的视频，但最终确定这是 AI 生成的。穆里尼奥联系本菲卡队解释，自己从来没有身着皇马的任何装备录过任何视频。虽然视频是 AI 制作的，但这个细节不会改变当前的局面。合同层面，穆里尼奥和本菲卡队仍然有关系，皇马仍然需要支付他的解约金，大概是1500万欧元。但老佛爷已经正式确认，穆里尼奥就是他选定的皇马新任主教练人选。而老佛爷的竞争对手里克尔梅已经承诺，如果他竞选主席成功，将引入一位西班牙英超主教练。他还表示已经和对方达成了协议，而且那个教练队内的头号球星也会一起加盟皇马。这被许多人认为阿尔特塔就是他的目标，但阿森纳内部非常的惊讶，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儿。另外，阿斯顿维拉的埃梅里好像也符合条件，但伦敦的消息表示，埃梅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新援的考察，所以政客有时候竞选的时候总要说说大话。
里克尔梅这个话到底是真是假，也许永远都没有真相，因为老佛爷选举失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还有曼城方面对哈兰德的情况也完全放松，压根儿不相信里克尔梅夸下的海口。哈兰德的父亲和经纪人都否认已经和皇马达成协议，而老佛爷现在仍然还想签下格瓦迪奥尔，想签下大巴黎的若昂内维斯。老佛爷亲自表示，除了科纳特之外，我还会为皇马签下另一名顶级后卫，我将加强每一个位置，我也将签下球员。我承诺，我们皇马将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球队。还有，穆里尼奥现在已经要求皇马尽全力签下阿森纳的左后卫卡拉菲奥里。皇马已经和球员的团队展开了接触。穆里尼奥非常欣赏卡拉菲奥里的多面手属性，既能打中后卫，也能踢左后卫。而在中场方面，穆里尼奥非常的欣赏队内的贝林厄姆和巴尔韦德，过去他就是喜欢这种跑不死的球员。未来皇马的中场位置将极大程度仰仗这二人。此外，还有消息说穆里尼奥列了个名单，希望皇马在夏天可以清理以下6名球员：劳尔·阿森西奥、弗兰加西亚、塞巴略斯和马斯坦托诺，以及罗德里戈。马斯坦托诺更可能以租借的形式离队。今天曼联这边，霍伊伦已经从曼联永久转会到那不勒斯，买断费3800万英镑，刚好差不多一个曼联买下埃德松的价钱。好，轻松一下，曼城的后卫鲁本迪亚斯已经和女友分手。这位漂亮的主持人玛亚贾马首次公开回应，他在播客节目中说，事实上，即便我曾经试图让自己的感情保持私密，我们还是会被拍到。我是一个要么全情投入，要么完全不开始的人，我不会随随便便约会。所以是的，我要么大大方方去爱，要么就不爱。如果结束了，那就是结束了。我很早之前已经决定，不会根据公众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私生活。玛亚加马和鲁本迪亚斯，他们2人是24年11月认识，然后开始交往，25年4月公开确认关系，恋情持续了18个月。那么鲁本迪亚斯现在单身，那就全情投入世界杯，帮着总裁 C 罗拿回一个冠军吧。有了冠军，面包会有的，美女也会有的。此外，米兰的法院今天驳回了旺达要求伊卡尔迪每个月要支付25万欧元临时赡养费的申请。法官认为旺达非常有钱，旺达的财产收入状况非常宽裕，没有理由要求她丈夫先行支付临时的经济补助。而且旺达年轻，具备专业能力，完全可以独立赚钱。接下来双方都将等待未来几个月内做出的最终判决。好，今天阿根廷队在备战中传出不好的消息，科莫队红得发紫的小将尼科帕斯肌肉出现了不舒服，还不确定能否参加世界杯。接下来他会被重点关注。我们希望18年兰奇尼22年勒塞尔索的故事千万不要再发生了。尼科帕斯正在接受特殊的治疗，希望最终能够化险为夷。好，此外，大巴黎和路易斯·恩里克即将续约4年，目标直指欧冠的3连庄。还有转会方面，摩根·罗杰斯已经表态，愿意在今年夏天加盟阿森纳，预计转会费会超过8000万英镑。而西汉姆联队的 M 费，除了曼联之外，现在利物浦也正在密切关注。西汉姆联队对球员的标价接近9500万欧元。OK， 前切尔西队的巴西国脚奥斯卡，是的，他也曾长时间在中超联赛的上海海港队效力。去年年底11月，他在代表圣保罗的一次训练当中突发心脏骤停，心脏停跳超过了2分钟之后，医护人员才将他抢救复苏。在谈到那一段惊险的过往的时候，奥斯卡说，那像一场与众不同的梦，很难用言语形容。从前我总听人说，濒死的时候会看见自己的模样，但我没有见到自身的影子，反倒做了一场无比美好的梦，在梦里面万事如意。我只听见儿子不停说着，爸爸你一定要回来，爸爸你一定要回来。当时在训练过程中，奥斯卡的血压突然暴跌，进而就诱发了心脏的骤停。还好球队医疗团队立刻施救，持续开展了数分钟的心肺复苏，他被紧急送入重症监护室救治，直到5天之后才脱离危险期，顺利出院。现在医生已经明确禁止他继续参加高水平的职业赛事。34岁的奥斯卡随后宣布退役。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点赞，感谢您送上 hype 积分。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订阅，也需要您的订阅。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